当你处于人生低谷期时，如何破局呢？告诉大家一个真相，能够破局的人都是凤毛麟角，倒不是有多难，而是绝大部分人没有这个认知，无法破局。有缘人，如果你正经历苦难，我希望能给你些许力量。曾志强先生说，低谷期身边全是鬼，有在怨你的，有在笑你的，还有在抽打你的。身处低谷，其实是老天在渡你。如果老天想送给你一个大礼物，一个好的机遇，但又怕你接不住，他就会先把你推向低谷去磨练。他会拿走你曾经拥有的，他会消灭你曾经骄傲的，你舍不得的，他会把你放下；你忘不掉，他会帮你离开；你拎不清的，他会帮你清醒；你还留恋，他会帮你斩断。你需要做的就是先接受，再改变。不是接受失败这个现实，而是接受还不够好的自己。不是改变这个天地，而是改变曾经的你。因为你自己就是全世界，阴阳和合，缺满则盈。你扛下来，经受住这些考验，自然就否极泰来。你目前说的难不是难，是礼，是老天为你量身定做的成人之礼。18岁只是我们身体成熟的界限。一个人只有经历过钝刀割肉般痛苦的洗礼，才能真正的跨越成人的天堑，面对这份砸到头上的礼物。我想告诉你，不是心怀感恩之心的人连承受艰难的资格都没有，没有经历磨难的锻炼，就无法拥有足够的坚韧和智慧去迎接生命的馈赠。就当你被困境折磨到极限，叫天天不应，叫地地不灵，求天无助，叩地无门，你才会意识到，这个世界上真正能救你的其实只有你自己。于是你才有机会静下来内观自己的心，重新审视曾国藩曾经说过的那句话，人之败者非要极惰。你会开始戒骄戒躁，戒掉盲目的自以为是，你会开始不拖不延，专注坚定的知行合一，不求人，只求己。千般难，万般苦，咽下去就是重生。你的意志将得到磨砺，你的心灵将会得到升华。当苦难转化为礼物，颠沛流离终将成为耀眼的光芒，照亮你未来的道路。要相信，这些你都逃不掉，但都是命运最美好的安排。弘一法师说，有些事儿上天让你做不成，那是在保护你。别抱怨，别生气，世间万物都是有定数的，得到未必是福，失去未必是祸。人生各有渡口，各有归舟，有缘躲不开，无缘碰不到。缘起则聚，缘尽则散。我们要始终相信，世间所有的安排自有它的道理。失之东隅，收之桑榆。我们需要做的就是坚定、温暖、善良。有些事儿
老天让你做不成，都不是偶然，也不是无缘无故，必是有所欠缺，有缺才有缘，不过是为了让你夯实本事，见证真我。凡是你曾经侥幸过关，取巧得到的，那才是偶然，迟早都是要还回去的，而且还要加倍奉还。任何强求的东西都不属于你，任何急功近利的事情必会秋后算账。所以得到未必是福，失去也未必是祸。能失去的东西本来就不属于你，属于你的东西丢了也会再找到。不要急着跳着埋怨焦躁，你只需要拼尽全力，然后该是你的，放他走之后他还会回来，不该是你的，失去反而比得到更踏实。所以当你进入最艰难的时刻，一定要坚持下去，别灰心，因为你的命运到了该改变的时候。人呐，三穷三富过到老，谁也不会一帆风顺一辈子，谁也不会背字儿走一生。跌入深渊之后，必有攀登的机会。之前所有的困难都会化成一股风，直挂云翻济沧海，背后鼓满船帆的风。人在经历转变之前都会感觉到特别痛苦，因为遭遇了重重挑战，处处碰壁。你需要经历一段备受考验的时光，直到命运把你推到极限。蓦然回首，你会惊奇地发现，你已经再也不是从前那个你了。无数的磨砺堆积到一起，你才有资格承受成功的重量，你才能把握住新的机遇。有缘人，也许你现在正处于人生的低谷期，但是我必须告诉你，低谷期真的是个好东西。你会发现，你曾经那么信以为真的东西都不堪一击，你会被身边的人嘲笑，会被辜负，没有人会真的在乎你，你说的话不会被采纳，即便你可能是对的。在这个时候，你有两种结果：彻底的自暴自弃，或者生出黑色的生命力。什么是黑色生命力？我养了很多花，其中最早买的一盆绿萝我放在最里面了，一直没有浇水。但是某一天我发现它竟然顽强到长出一根枝干，然后扎根在别的花盆里了。这就是黑色的生命力。放弃曾经的自己，彻底放弃以前所有的价值观。我们很多人被灌了各种各样的毒鸡汤，告诉你幸福的标准是财富自由，是有车有房，然后说这个才是成功的人生。但你想过没有，那些其实都是别人的标准。这个世界上没有一片树叶是一模一样的，我们也是不要用别人的标准衡量我们自己，因为它是独一无二的。你也是，放弃从前那些错误的观念，顺着自己的轨迹走下去，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走出低谷期。你喜欢做蛋糕，不要去想着如何做大做强，再创辉煌，你热爱它，仅此而已。这就是成功的人生。我们总想着一夜暴富，外面的一些信息也告诉我们，某个不知名的人
突然成为首富了。这些信息你考虑过真实性吗？某个明星自曝陪同学去试镜，结果选上自己了，你觉得有这个可能吗？我们所听到、看到的东西都是经过一层层滤镜叠加在一起营造的梦幻般的童话。可现实是，当你走在街上，从你身边路过的每一个人，不论男女老少，不论他的财富多少，每个人都有着当下的烦恼。这个烦恼就是有个盼头。有人会说，人如果没有盼头，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呢？我想说的是，当我们把盼头、把期盼放在任何不可控制的人事物上，我们情绪的好坏就会被外界所决定。我们盼着这个人对我好，对我好了，我很高兴，但是下一秒又恍惚了，因为害怕他哪天对我不好了。我盼着这个工作朝九晚五，你只能干一辈子，可是第二天公司关门了。这些对外界过多的期盼导致我们迷失了自我，我们不明白真正的价值就是我们自己。低谷期就是让我们认清自己，不再有期盼，然后彻底毁掉以前的自己，重新树立一个自己。这个崭新的你把所有的目光聚焦在你自己身上，改掉之前那些恶习，改掉了那些天马行空的想法和自认为正确的计划。我所认识的这些大老板里，没有一个人是按照计划执行的，虽然他们总是会在周五例行开会，但是他们明白这个世界没有什么是稳定不变的，甚至当初创业，大部分都是心血来潮，没有任何计划，甚至有的人都是说走就走。外人认为他们一定有什么诀窍，实际上什么也没有，但是每次就恰好有那么一条最适合他们的路在等着。可能你会说他们的运气好，但我不这么认为，因为他们也会紧张，也会束手无策，而后不得已彻底放弃头脑里的各种想法，从头再来。当放下的那一刻，路就清晰了。当你计划好某件事的时候，你可能已经错过最佳的时期了。我计划明年出去旅游，但到了明年，你发现你根本不想去了。我计划挣的钱对自己好一点，但是挣钱以后，你会发现你的身体在这个过程中已经透支了。有太多太多的不可预测占据着我们的人生，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把握好当下。想去做某件事儿，先去做，不要想着全准备好了再去做。理性是忠实的奴仆，直觉是上天的恩赐，可我们都崇敬着这位奴仆，而忘了这份恩赐。这句话出自于阿尔伯特·爱因斯坦。有缘人，请你相信我，低谷期总会过去，但是在这之前，请先彻底放弃从前的自己。那么，一个人是怎么熬过低谷期的呢？如果说你正在经历失业、负债、分手、背叛，处于人生的低谷，别担心，你还有一样最珍贵的东西没有用出来，只要你能够激活它，
我保证你能翻身上岸，一跃而起。今天我就教你一个大佬们都在用的翻身宝典，10个字儿：反者道之动，弱者道之用。什么意思呢？这句话是出自老子的《道德经》，说的就是物极必反，否极泰来。说白了，这个世界任何事物发展到一定的规模，最终会回到原点。举个例子，小朋友为什么敢去荡秋千？因为他心里明白，荡上去之后肯定会荡下来。如果说一旦荡上去把他甩飞了，你就算给他再多的糖，他也不敢去。这就是道，世间万物一直都是相生相克，重复和轮回，任何事物发展的本质也是这样子，一切都会朝着你认为的坏的方向去发展，这就是宇宙的铁律。假如你已经在谷底了，只能说明一个问题，你已经混乱到了极致。所以说你要反着来。反什么？反人性，反周期，反常识。只要你按照我说的做到以下3点：积势、守正、待时，你就可以否极泰来，扭转乾坤。第1点，调整心态，重新建立正向的积极的人脉圈子，积累势能。颓废和眼泪解决不了任何问题，你之所以迷茫焦虑，就是方向不对，能力不够，目标太大，圈子太狭窄了。只要你现在振作起来，努力的去工作，去增强自身的价值，做对别人有用的人，而你后来的财富它才会滚滚而来。说句实话，你光脚的你怕什么穿鞋的？你生命中最宝贵的东西它就会出现，这就是心态。对比人几十年的生命，3、5年的低谷期其实不长，你没有必要寻死觅活，感觉天都要塌了。你看那些负债的为什么会选择自我了断，就是因为他们接受不了失败，心态崩了很正常。大部分人在低谷期时都会出现2种状态，一种是买醉，逃避现实，紧接着破罐子破摔，死猪不怕开水烫；一种则是到处去寻找机会，一刻不停地想着绝地反击，东山再起。说实话，这2种情况都是下策。为什么这么说？古代圣贤对这2种情况都曾有过警示。比如说庄子说，哀莫大于心死，心一旦被诛，体就不复存在。易经里也说了，潜龙勿用。人在低谷的时候最忌讳的就是妄动，因为这个时候你的心是不清净的，也是不干净的，更是带着这种怨恨而烦恼的。所以这个时候你必须要调整好心态，别不甘心，别去抱怨，别去扎堆儿，别把自己的脆弱暴露给周围的人。想不通的问题，你可以找陌生人去问，去请教。第2点，你要安静下来，屏蔽现在的圈子，守正归零。你要接受当下残酷的事实，你要容忍生命当中不公平和所谓的坏，
干掉心中那个急功近利的自己，去除侥幸心态，重新出发。你回忆一下，是什么让你陷入现在这个困境的呢？我告诉你一个真相，就是你过度的执着于发财，认知不够用了，所以说很容易被别人影响和利用。你的欲望严重的超过了你的实力。你想一想，你是怎么负债的，怎么被人骗的，无非就是你接触的人杂，影响了你的想法，而真正对你有利的动作变少了。人不能不动，但又不能多动。你动多了，动到了极点，容易飘，真话和假话分不清楚时，楼就塌了，一切又回到了原点。所谓乐极生悲，物极必反。那么这个时候你需要做的就是回归你的初心，思考一下，谁是真心帮你的，谁是故意设局陷害你的，谁对你的结局有预见性，谁又是怂恿你跳火坑的。当你安静下来思考这些问题的时候，你就开始觉醒了。因为人教人教不会，事儿教人一教一个准。你当下要做的，就要找回自己的初心，找回你真实的感受，屏蔽和去除那些妄想。既然是我们的认知不够用了，我们就要沉下心来去学习，去充电，去重新开始。这就叫守正归零。第三，待时，等待时机，伺机而动。这聪明的猎人往往是以猎物的姿态出现。你现在明白自己为什么失败了吧？我告诉你，就是你的认知不够，被更牛的人做局给干掉了。你的损失是因缘和合的结果，绝非偶然，是各种条件具备之后必然发生的，是天时地利人和，它不在你身上。你在这些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，你还去搏概率，你不死谁死？那你这么一想，就可以放下怨恨和不服，不再执着于某一个点，也能够更大程度去接纳。老话说得好，一个人永远赚不到他认知以外的钱，一定要愿赌服输，输钱但是不输心态，他还有机会卷土重来。心平气和地去做当下每一件事儿，去磨练你的技能，去结交贵人。心态决定了你对境遇的理解和看法。当你心态越好的时候，你的能量就会越充足，眼光就会越毒辣。所求者大，必有所忍；所求者远，必有所待。人要学会延迟满足。我们每一个人生的低谷，就是自我成长的最佳时机，一定要珍惜这段困顿的时光。很多时候，正是这些困顿的时光，才成就了你未来的伟大。你看，很多大人物都是在逆境当中爆发出巨大的潜能。你不逼自己一把，你都不知道自己有多优秀。曾国藩曾说，平生所学，皆在受挫受辱之时。身处逆境，越要学会韬光养晦。当你养精蓄锐的时候，你就不要着急出人头地。
该你刻苦努力的时候，就不要企图一鸣惊人；在你磨练心智的时候，更不能妄图幡然醒悟。你的基础打得越扎实，你的过程走得越完整，你的努力坚持得越长久，你的成长才更容易发生质的飞跃。人在落难的时候，一定要记住这10句话，不管你今天多大年龄，也不管你是否现在是一无所有，只要你能运用好这10句话，假以时日，你一定能够时来运转，东山再起。点赞收藏起来，时刻去领悟，让你在家的日子里顺风顺水。第一，人际交往的高段位技巧：热情、大方，一问3不知。第二，你要是想看透人心，只需要落魄一次就够了，因为人在落魄的时候，身边的牛鬼蛇神都会露出真实面目。第三，做人一定要有城府，逢人只说3分话，不可全抛一片心，不要透露你的底牌。第四，不要动不动就对别人掏心掏肺，没有人会真心的希望你过得比他好。第五，努力克制自己的情绪，学会赞美和闭嘴。第六，你真真正正想做的事儿，连神明都不要讲，安静的去做，成功了再说。事已密成，言已谢败。第七，给别人办事儿，一定要装得很难办；给领导送礼，一定要装得很自然；给老婆花钱，一定要装得很痛快；请别人吃饭，一定要装得很大气；和人谈生意，一定要装得很成功；和人谈感情，一定要装得很纯洁；和人谈工作，一定要装得很专业。不能喝酒时，一定要装得很易醉；不能赴约时，一定要装得很失落；不能帮忙时，一定要装得很难过。第八，只要利益不发生冲突，别人说话一般不要去反驳。第九，能置你于死地的都是最了解你的人，不要和任何人走得太近，因为你根本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反目成仇。第十，你要不动声色的强大，因为能让所有人都折服的，永远是你的身份和实力，而不是你的嘴巴。当我们处于低谷期的时候，状态会非常差，每天度日如年，浑浑噩噩。有缘人，接下来我将与你分享低谷期快速恢复能量的8个方法，来助你度过低谷期。其中前4个方法用来调整心态，后4的方法用来厚积薄发，建议点赞保存起来，有时间多看几遍。先来看第1点，活着最重要，不要胡思乱想。当你在低谷的时候，最容易做2件事。第一是胡思乱想，想过去自己的失败，想自己的没用，越想越自暴自弃，越想越意志消沉。第二是与他人比较，看别人老婆孩子热炕头，过得很是滋润，而自己一无所有，
事事不顺，就会觉得生活没有指望，没有意义。实际上，你在低谷的时候，完全看不见自己的优点，却能把自己的短板看得清清楚楚。如果你执意要比较，无疑就是拿自己的短板比别人的长处。你看不到自己坚毅的品质，只能看到别人的房子；你也看不到自己脑中的知识，只能看到别人的车子。你自然会更加遍体鳞伤。低谷期的你什么都不要想，该吃吃，该睡睡，想做些什么就做些什么，不想做什么就不做什么，就这样一天天活着就行。第二点，不要指责自己，这一点真的很重要。无论你现在低谷是因为什么原因造成的，你都不能指责自己。或许你觉得是因为自己蠢，自己计划不周造成的失败，可是你又怎么能肯定，如果当时换一种选择，结果就一定是好的呢？生活就是这样，即使自己已经尽力把事情做到完美，也不一定有好的结果。这时候你应该安慰自己，而不是责怪自己。即使站在顶端的成功人士都会犯错，更何况自己呢？若是真的酿成了什么不能挽回的错，你指责自己也没有作用，不如想着看看怎么能弥补，让最终的结果能好点。第三点，太过用力反而跑不远。人不要把自己逼得太紧了，人生是一场马拉松比赛，而不是100米冲刺。如果你在短期之内用力过度，不给自己片刻喘息，这会极大地损害你的身体和心灵。如果付出很多，却没有意料之内的收获，你很可能就会自暴自弃。弓弦不能一直紧绷着，放松之后的蓄力往往射得更远。而且人的意志力是短期会用完的东西，坚持到最后的人靠的往往不是激情，而是发自内心的喜欢。第四点，多出去走走，看看大自然。我们大多数的痛苦都来自于人类社会，所以你可以四处散散心，晒晒阳光，观察树木、野花和云朵。大自然有意想不到的疗愈作用。如果你去人烟稀少而且环境优美的森林公园静静休息一天，你的状态会有很好的改善。上面4点讲的是低谷期如何调整心态，下面4点我们来分享如何厚积薄发。接着看第5点，多运动。有一点你可能意想不到，当你情绪特别低落的时候，有可能不是你的心理状态有问题，而是你的身体不够健康。用中医的角度来讲，就是有点阳虚。一个身体不健康的人，抗压能力会非常差，遇到一点困难就觉得是泰山压顶。如果你这时候选择放纵自己，抽烟喝酒，熬夜刷剧，会让你的情况变得更加糟糕。正确的做法是早睡早起，心情不好就睡觉，醒来就去做运动。当你的身体变得强壮，阳气十足的时候，
一切阴霾就会一扫而空。健康的身体让你有了卷土重来的机会，否则如果你的身体垮了，你连努力拼一把的资格都没有了。第6点，多读书。当你一切顺利的时候，一切道理你都听不进去；当你陷入低谷的时候，你则会开始主动思考人生的意义。这时候读书，你才能真正把书读进脑子里去。建议读一读心理学与个人成长类的书，一定会给你很大的启发。第7点，不要胡乱尝试，而是思考问题本质。很多人进入低谷之后，由于急于翻身，就会胡乱尝试，结果却损失了更多的资金。实际上，一切事情都需要经历2次创造，一次是在大脑里凭空想象的创造，第2次则是按照脑中的想法在现实中创造出来。如果你的脑子都没有想清楚某种生意或者某件事的运作流程，就急于尝试，结果大概率是再次失败。这时候一动不如一静，你应该静下心来思考事情到底该如何运作，问题到底该如何解决，先做什么后做什么，想清楚事情的本质再去行动，你才能事半功倍。第8点，制定成长计划。经历了低谷期，你一定会发现自己的很多缺点。当你按照前面起点调整的差不多了之后，你还要针对自己的缺点制定成长计划。村上春树说过，当你穿过了暴风暴雨，你就不再是原来的那个人了。为了彻底度过低谷期，自律与专注就是你最好的武器。你可以像孩子上学时候那样，充分安排好自己的时间，哪个时间点做什么，一切都井井有条，就这样积蓄力量，等待机会，相信你会焕发新的生机。总之，每一个人生的低谷都是你自我成长的最佳时机，一定要珍惜这段困顿的时光。很多时候，正是这些时光才成就了你未来的伟大。有缘人，感谢你看到最后。如果今天的影片对你有所帮助，请按个赞给我响应，留下4个字峰回路转。你会发现山重水复疑无路，柳暗花明又一村。还没有订阅频道的，请点击右侧的订阅按钮，与我们建立更深的连接。随缘加入会员，与同频之人共修福报，随喜转发，传播善知识，功德无量。